取山有善山，水有善溪之意，名为嵊州。位于绍兴一隅，这座低调小城深藏功与名，藏着百年越剧的余音，流淌千年善溪的诗意，被称为浙江版沙县，是浙江人私藏的风味小城。嵊州人吃早饭讲究来屉小笼包，一碟春饼，或者干脆来碗炒年糕，一天的胃口从早餐就定了基调。要讲嵊州人离家在外最馋的一口老味道，或许老袁家的一碗炒年糕可以给出答案。炒年糕吧，应该说是嵊州每个人心目当中是第一个了，最喜欢吃的这个东西。嵊州炒年糕啊，是我们嵊州小吃三宝之首啊。小吃三宝我们有小笼包啊、炒炸面啊、炒年糕什么的。但是作为小吃品种之类的，这炒年糕是最具有嵊州特色的。我们这个炒年糕呢，不是干的，跟其他地方的那个炒年糕干炒的完全不一样的，主要它那个材质就不一样，炒完之后再煮，久煮不烂，那嚼劲非常的好。铁锅烧热，肉末爆香，年糕条顺势入锅，带着米香在热油中翻腾，先炒后煮，酱油一点，激出微焦的锅气。裹着酱汁的年糕渐渐变得软糯透亮，外微焦，里 Q 弹。炒年糕在嵊州人心里是从小到大的记忆，吃上这一口才算真正回家了。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们家一家4口，每次煮那个炒年糕，不是煮4份，每次煮的是5份，然后留下的那1份呢是留着抢的，超级喜欢吃，而且有时候当天吃不完，当餐吃不完，然后等下一顿的时候放在水里再煮一下，那个味道也是非常的好。老袁炒了30年年糕，如今女儿袁小兰接手，她手法娴熟，一气呵成，干练利落。我们这边的话，嵊州很多的客人，他有时候一天吃2顿，甚至一天吃3顿，因为我们是从中午开始到夜宵嘛，他有时候的夜宵也会带朋友一起来。从炒年糕的铲起锅落，到炸面的一压一提，年糕的滋味还未散去，热气腾腾的炸面已在灶台边候着。它是家乡最好的那碗面，毛脚女婿来了要吃，出远门定要来上一碗。无论是小吃铺还是饭店酒楼，嵊州餐馆的菜单上总少不了一碗热腾腾的炸面。炸面啊，很多外地人不是很清楚，但是在我们嵊州啊，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地方特产。嵊州小吃有3宝：炸面、年糕、小笼包。在嵊州呢，炸面分为手工炸面与机器炸面2种，这主要是区别于2种叫法，是2种不同的工艺。在嵊州，我们水磨微发酵生产出来的炸面叫做手工炸面，干粉磨出来做起来的炸面叫做机器炸面。现在随着那个社会的进步以后啊，其实水磨的越来越少，特别是带发酵的几乎没有了，只有在我们嵊州崇仁镇有20几家在生产。鲜米为原材料，面团到成丝，制作工艺多达10几道。细如发丝的面条缓缓挤出，每根炸面长度匀称，粗细均匀。到老化再进行揉搓成丝。嵊州手工炸面要做成那个圆形的，再老化1个晚上，第2天再复蒸，就是为了里面能够充分的熟透，然后再过冷水，分散分团。经历光合作用的面团纤细且有弹性，散发出淡淡的米香。炸面之于嵊州人，就像米饭之于南方人。来一碗嵊州炒炸面，那是一种踏实的满足。炒炸面必不可少的是蛋皮的参与，在热锅上，一勺蛋液悄然滑入锅中，油滋滋作响，像一层薄纱般铺开，直到这一层细腻的蛋皮成型。蛋皮切丝，准备好菜码，泡发的时间是炸面弹牙口感的关键一环。清水轻柔，柔韧悄然苏醒，
很多人微信上、电话打过来说炒炸面很难炒，一炒就坨掉了。其实这是个泡发的问题，建议用冷水泡，15分钟到30分钟。个人经验啊，手扎下去柔而不软。一勺酱油，一抹老抽，色泽渐深，酱香浓郁。每根面条都吸饱了汤汁，油起热锅，菜码先入局，口菇肉末一落，香气顿时炸裂开来。鲜嫩的豆芽点缀其中，脆而爽口。马建国手脚麻利，锅铲翻飞，捞出沥干的炸面，先翻炒，翻到面条有点微微发干，沾了锅底的锅气，才肯罢休。此时，炒面进入了关键环节，筷子在锅中上下翻动，每根面条都得来回翻滚，才能均匀吸附那层诱人的酱香。轻轻地划过锅底，再抬起，面条的韧劲与香气层层递进，水汽翻腾的声音裹挟着酱香。一撮蛋皮，一把松花，葱绿，酱黄，火候正好。一碗嵊州炒炸面出锅了，裹上了锅气的炸面根根分明，香而不腻。无论是在热闹的街边，还是清晨的厨房，炸面都是最贴心的存在。可有时候，嵊州人的早餐并不止步于一碗炸面，他们更喜欢在碗筷交错间找到新的味觉刺激。嵊州的早晨是热闹的、热情的、热乎乎的，是被一屉屉肉香扑鼻的小笼包唤醒的。嵊州三宝的最后一宝，非嵊州小笼包莫属。像扬州炒饭出生福建，安徽板面发源于石家庄，杭州小笼包10有8、9都出自嵊州人之手。返乡创业的方丽丽也加入到嵊州小笼包的队伍中。对我们嵊州小吃有一种特别的一种牵挂在里面，因为我上大学的地方没有嵊州小吃的，所以我4年期间其实特别怀念。然后我回来之后也是怀着一种牵挂感来做这个事情的，特别有情怀的一个事业。摞得比人还高的小笼，等待着食客们的第一声召唤。每一只小笼包都不靠酵母与泡打粉，只凭老面发酵。左手脱皮，右手捏口，轻轻一拉，一捏一转，每一道褶皱都恰到好处。蒸笼一开，皮薄如纸的小笼包透出诱人的汤汁。所以上次我来这里，我感觉这个好吃，所以我今天又特意跑上来吃了。它那个小笼包里面呢，就是皮质比较薄，里面的那个馅质比较多，还有里面有汤汁，口感特别好。食客们3、2、2围坐，轻轻提起一只小笼，蘸醋，入口，汤汁迸发，一口一个，刚刚好。那这个俺上也很喜欢吃的，今天家里就没吃给他一个，他要吃这个肉，最好最有名的。店长风风火火地招呼着客人，偶尔有不听话的孩子闹着不想吃早饭，豆浆是自己打的，陈醋辣酱和小菜随便加。饭桌很快，大概是成年人之间的心照不宣。从前的嵊州小笼包只能堂食，无法外带，方丽丽就卯着一股劲，开发速冻小笼包，让传统小吃也进行标准化的工厂生产。那其实一开始的话，面临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我们办的一些工厂来说是没有模板的，因为当时我们主要目标就是要把那个发面的小笼包嘛作为我们一个主打产品。之前的话一些工厂什么之类的都没有一些例子可以参照，那我们相当于是从零开始的，每天都是需要好几百斤的面粉去做试验，这样坚持了大概有差不多1年的时间，然后我们才把我们的工艺稳定下来。然后我们可以从外形上可以直观的看到，我们的小笼包它是有一个鲤鱼嘴的，一般是18到22个褶子，对，还是非常明显的。嵊州人善用巧手，把家乡味道带向远方。他们或许隐于市井，或许扎根异乡，但无论走到哪里，嵊州的味道就在哪里生根发芽。
郑州一半是小笼包味儿的，那另一半就是饼味儿的。随便走进一家嵊州人开的早餐店，保证把胃治得服服帖帖。薛君莲是嵊州春饼技艺非遗传承人，对他来说，饼的厚薄、肉质的鲜美，处处都是需要耐心打磨的经验。就古代时候有立春吃春饼的，就是里面包着那个荠菜、马兰头，还有其他野菜，就大概是这样叫的，叫春饼。和面的时候，水分都有精细讲究，甚至有固定定量。春饼细分时有2种，一种老一点的叫春饼皮，另外一种颜色偏白还可包菜。把麦粉拌上水和盐揉匀打透，抓起一小撮面糊，在滚烫的熬盘上轻轻一抹，待贴在熬盘上的面粉渐渐变熟，边缘微微卷翘，熟透却不焦。接下来的那一刻，薄韧又透亮。卷什么？一切皆可入卷。最地道的吃法当然是搭配嵊州特色的炒菜，笋丝、咸菜、豆芽、炒蛋。但最能吃到嵊州人心里的，还是腌制入味的猪头肉。用镊子一点一点地去除猪毛。不是做春饼的有猪头肉啊，是其他们在摆摊的卖猪头肉的，人家去买来，到我们这里来包春饼的。我开始也想不通，为什么要包猪头肉？那其他的猪肉也可以包。我去试了一下，包起来就不好吃，没有像猪头肉的很香糯糯的感觉的。现在啊，好多人就是喜欢吃猪头肉，他们说没有猪头肉就不要吃。萝卜嘛简易，萝卜自己腌的最好的萝卜。像我们去批发市场，就是1点多的时候去，他2点多到，就是在等着。他就是喝到了嘛，就是萝卜下来了，买回来就做。萝卜要让皮嘛很光滑的啊，看上去就是马上要裂开的，很好的那种。嵊州本地的多，外地的，像你绍兴的、宁波的、杭州，还有台州的，最远的像前几天啊，青岛还有山东的，反正山东济宁的，他们来了好几次。如果说春饼是嵊州人的春日温柔，那么嵊州的香厨宴席就是他们对待人情世故最隆重的表达。香厨的出现像是锣鼓的第一声，宣布热闹正式开场。师徒2人一早来到现场，乡里邻居已经在张罗备菜了。黄哥已经可以放手让师大厨施展本领了，师大厨也正在检验着每一道步骤。在嵊州人的宴席上，最不能缺的是炖鸭。这道炖鸭也是作为我们嵊州地区一个美食的文化一个标签。就像在我道光年间那个时候了，然后有个道光皇帝到我们嵊州崇仁，因为陈家里那里做客，然后主人家呢跟厨师为了招待这位大臣的，精心想出了这一道鸭子作为这个菜的主菜。然后呢，吃到这个炖鸭呢，哈气不口。选用3年本地老鸭，内脏我们就要加一块板油进去，我们可能怕它烂，就是我们用一个绳子扎起来，用麻绳捆紧固定鸭身，丢入锅中焯水，为的是锁住鸭肉的柔嫩，再转手丢进宴席的大锅内。炖制炖鸭关键在于火候，在小火中煨焖达6小时，撒入黄酒、母子酱油，待汤色浓稠挤进糊状，炖鸭即成。鸭香肉酥，轻轻一拖，骨肉分离。一场热气腾腾的香厨宴，少则3、5桌，多则几十桌，场面浩大，菜品丰盛，是乡野间最具烟火气的盛典。最讨宴席上老人和小孩喜欢的，还有那道不可或缺的土鸡猪肚煲。猪肚切片，猪肚和鸡肉下锅炖煮，加入虫草花、枸杞类的养生食材，一同炖煮2个钟头，汤汁渐渐浓稠，香味扑鼻而来。鸡肉酥嫩入味，
猪肚 Q 弹爽口，一碗热气腾腾的土鸡猪肚煲端上桌，热汤滋润了胃口，也打开了话匣子。筷子一放，酒杯一端，接下来就该轮到下酒菜登场了。糟类制的东西，那也是一道下酒的好菜。糟肉也是属于我们嵊州地区一个传统的名菜。其实，首先得选用上好的五花肉，将肉块切成大小均匀的方块，入锅焯水，去腥定型。熟肉放凉，抹上细盐和白糖。制作糟肉最重要的一步就到了，这道菜用的是嵊州人独有的糟法，经过腌制、蒸煮，糟香深深进入肉里。铺上一块五花肉，撒上一层酒糟，裹一层纱布，放入铺好酒糟的瓷坛。这个酒糟就是那个绍兴黄酒做下来的那个酒糟嘛，但它这个酒糟要经过1到2年的陈，这个叫做陈年酒糟。只把肉埋得严严实实，接下来就交给时间，让糟香慢慢浸入到肉中。这样的话，如果要放个1个星期以后，就那个可以打开品尝了。紧致却又不干柴的糟肉，带着酒糟的香气，糟香扑鼻，色泽微红。筷子轻轻一拨，肉质软糯剔透。酒过3巡后，来一口糟肉顺酒的劲儿，既不腻口，又层次分明。嵊州的宴席讲究一个鲜字，煮、炖、蒸都是老底子的家常技法，既保留食材原配，又能做出层次。一道雷笋蒸肉，清鲜的让人心旷神怡。新鲜的雷笋切片，搭配农家腌制的土猪肉，一层笋一层肉，码得齐整，撒上一撮细盐，点缀白糖提鲜。绍兴人做菜，黄酒是灵魂，手一抖，酒气氤氲。锅里水开，笼屉上气，肉的油润渗入笋片，笋的脆嫩衬托肉香，嫩而不柴，咸中带甘，像嵊州人的性子，干净利落，温和有味。农村酒席这一块上面，对我们嵊州本地的相处来讲，相处已经是这种婚宴、庆典这种活动、酒席类的，已经是一个重要的组成的部分。我们更注重的朋友之间啊、亲戚之间啊，我们这块交流啊。然后比如说，今天主人家这里办酒席，刚好这2个亲戚呢，我们是半年没见了。那然后呢，我们刚刚相聚在这里，那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喜逢，对主人家也是一样，更热闹这一个氛围，这个场景。嵊州人吃席图个热闹，要有米有面，有汤有肉，才算对得起这方水土。嵊州人白天总是忙忙碌碌，直到傍晚，繁忙的节奏终于可以放慢，胃口被各式美食的诱惑唤醒，而最勾胃口的还得是嵊州的秘制羊骨头。史夏禹推着熬制1上午的羊骨头，准备好迎接贪吃的时刻。这锅汤就是今晚的法宝，熬了好几个小时的汤底，熬制后的羊骨头骨髓已经被长时间的文火慢炖逼出了最醇厚的精华，骨质变得酥软，一锅汤静待着属于它的时刻。在这边可以加年糕、加粉丝、加面条，都可以加，纯的羊骨头也可以吃的，就是每个人1个人喜欢嘛。一把青菜、年糕、粉丝焯水烫好，添上一碗羊骨头汤，表层浮着一层细腻的油花，泛着微光，带着羊肉特有的香气，不失清爽，没有腥膻，顺着喉咙滑下，直达胃底。再捞起一块羊骨，轻轻一嗦，肉质软嫩中带着筋道，脂香四溢。这味道一旦认准，便难以割舍。嵊州人念旧，吃过一次总想着再来，
因为我们很早之前就开始烧了嘛，25年之前就开始烧了嘛，在那边红绿灯那边，然后一般基本上一些老顾客来吃，味道也都还不错，然后就一直吃，他吃到现在。说实在的，有些小孩子7、8岁开始吃到现在都30多岁了，还在我们这里吃嘞。而店里的特别之处，不仅仅是汤的味道，更在于那个只在晚上才能享用的时光。于是，越来越多的人，不是为了饱腹而来，而是为了这份独特的时光。嵊州，藏在江南烟雨里的一方小城，既有山水的灵气，也带着市井的温度。嵊州人懂得如何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一碗炸面，一笼汤包，一口炖鸭。嵊州人擅长把生活过得七荤八素，碳水里卷着油水，年糕里熬着羊骨。嵊州人爱吃，更懂得如何把日子吃出讲究。做一顿糟肉，等久陈年；包一只小笼，趁热咬开，献之肆意。是对美食最原始的敬畏，喜欢把家常吃出风味，也能把风味吃出情怀。柴米油盐，七荤八素，人间烟火，尽在碗里。